大家好，我是赤潮啊。大家都知道啊，马斯克收购推特之后，市场迎来了一波期待已久的反弹行情。这一波带头反弹的都基本上以推特相关的一些概念为主，包括说豆姐啊、Musk 啊，还有一些 Web3跟 L2的概念啊，以这些作为主导。那么这一波的反弹非常的迅猛啊，很多小伙伴很焦虑啊，说都没有上车，怎么办？现在还能进吗？你为什么会焦虑呢？其实就是因为信息获取渠道实在是太少了，所以你们没有跟上这一波的反弹。包括说最近 Binance 出了一个蓝鸟指数，对吧？里面有 BNB、Doge、Musk 这三个，我们都是非常早就在提示大家了。像这个 BNB，我最早在28号的话就跟大家说了啊，现在这个位置的话，现货是可以备一点的。那么它现在来到了348的位置。豆局呢，我们也是28号0.075的时候就提示大家可以小单的布局一下了。那么现在哪怕是经过了一轮大的回调，它的价格依然是0.124。还有这个 Musk， 虽然我们反应的时间比较慢啊，是在29号，那个时候是1.95，那么现在呢，它经过一轮回调，依然是有4.8啊。所以我们群里的小伙伴是不会焦虑的，因为我自己每天在看大量的这些信息，筛选出有用有价值的信息，分享到我的群里面。那么今天呢，是想要跟大家主要的去聊一下 Binance 推出的这一个蓝鸟指数啊，Bluebird 指数。那么很多小伙伴非常的诧异啊，觉得说 Binance 推出的这一个蓝鸟指数里面有3个部分来组成，分别是 BNB、Doge 和 Musk。但是3个东西都跟推特没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会把这3个东西放到这里面来？大家非常的诧异。那么你想不明白也很正常啊，我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个分析和判断啊。那么视频开头风险提示啊，本视频仅做信息分享，不能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如果你选择继续观看此视频，则等同于默认此一事。那我们来看一下蓝鸟指数的3个组成啊，分别是 BNB、Doge 和 Musk。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啊，它的一个市值的排列大小是从大到小，那 BNB 是最大的，但是 BNB 呢也是看起来跟这个 Twitter 相关度最弱的一个东西。那么为什么 BNB 会放在这里面呢？我们有说过了，在马斯克收购推特的过程中呢 ，Binance 的 CZ 也就是赵长鹏，那他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啊。他个人也是投了5亿美金在这一次的收购当中的。那么这个5亿美金呢，听起来是不是不多？因为推特收购前的一个预估市值差不多400亿美金左右，而赵长鹏只投了5亿美金。但其实马斯克对这一些可以参与融资的伙伴，他是经过了一个非常细致的筛查的。像 FTX 的这个 SBF 啊，想要给他投100多亿的美金，但是马斯克就拒绝他了，但是却接受了赵长鹏的5亿美金啊。从这点就可以说明马斯克他并不是缺这个钱，而是他需要选择由谁来跟他一起完成这件事情。如果推特要去选择一条区块链，马斯克要选择一条区块链的话，会不会更加优先的去选择他们的股东里面的一条链呢？对吧？这是一个猜测的方向啊。所以说 BNB 也不能说是完全不相干啊，放在这一个 Bluebird 里面。那么第二个 Doge 啊，之前马斯克是有考虑过很多种跟 Doge 相关的方案的，比如说每发一条推特都需要使用0.1的或者0.01的 Doge 进行一个支付，来防止机器人，或者说开发这一个 Doge 钱包啊，都是有传闻的，有一些证据在里面的，只是说接下来一些明确的方向啊，这个Doge到底要怎么跟推特去进行结合，它是没有明确的表明的。那很多人也会说，其实马斯克有一个更好的选择是直接再发行一个新的 token， 而不是去使用Doge来作为这一个支付。首先第一啊，前面这个 Facebook 就已经进行过相关的尝试了。那么在美国这块的法律是不允许的。而第二个点，你可以看一下他为什么是选择收购 Twitter， 而不是重新做一个 Twitter， 因为他看中的是这个用户啊，他看中的是 Twitter 的用户，他看中的是Doge的用户。
Doge 作为一个民营币，它天然拥有了非常强大的这一个群众基础，包括说它这几年以来持续不断的公开场合去奶Doge，这些都是他在做的一些前期的铺垫准备。那么现在Doge的一个社区已经比几年前要强大了几十上百倍了，它的一个受众群体要比以前更广了，这个我觉得是马斯克想要的。那么聊完Doge，我们再来看 Musk 啊。那么 Musk 很多人认为说他是因为蹭到了马斯克的名字，所以才有那么高的空间啊。那我想告诉你，大错特错啊，完全不是这样的。Musk 做的是推特上的一个插件钱包啊，他其实是把推特未来想要做的事情，他已经给他做掉了，并且做得还不错。感兴趣的可以自己到谷歌商店搜一下 Musk 的插件啊，这边就不一一介绍了，它的功能确实是挺强大的。但是也有人说了，那既然推特已经决定要做自己的钱包了，那是不是对于 Musk 是一个利空消息呢？那我想跟你说，大错特错啊！首先 ，Musk 它就是 Binance 系的一个产品，它就是币安投资的一个产品。从推特收购完成开始，到推特的钱包 Web3 各系列应用落地的这段时间内 ，Musk 都会成为一个互相炒作的一个叙事。无论是将来推特自己的这个 Web3 应用好用还是不好用，那么 Musk 都可以作为一个竞争对手，持续的去跟推特自带的这个钱包进行一些竞争和炒作，这是一个非常持续的一个炒作故事。所以综上所述啊，Musk 放入这个 Bluebird 的指数里面，我个人认为也是相对合理的。那么这期视频啊，就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对这个 Bluebird 指数的一个理解啊。那我相信 Binance 它肯定不会平白无故的去做这么一个指数啊。也许未来的某一天你会突然发现，哦，原来当时他已经把答案拍到了我的脸上了，而我们都不懂得怎么去抄这个作业啊。那我们也一起来拭目以待吧，看那一天会不会到来，好吧？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可以给我一键3连。那么想要加入我们社区的话，私信我加入我们的社区。好，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感谢你的收看，再见。Jeffrey Bezos, come on Jeffrey, you can do it, pave the way, put your back into it, tell us why, show us how, look at where you came from, look at you now, Zuckerberg and Gates and Buffett, amateurs can fucking suck it, fuck